大家好，宠粉的一太又来了。著名表演艺术家小姨妈曾说过，不要把话语权让给你的对手，戏是抢来的。这句话不仅适用于有名有姓的演员，也同样适用于那些存在感极低的路人甲。质量上乘的影视剧中，即便是路人甲也能绽放光彩，可糊弄敷衍的作品里，路人就真的只是甲乙丙丁，甚至还会起反作用。今天咱们就从不起眼的路人甲来看看现在的影视剧究竟有多敷衍吧。先来看看大家熟悉的《梦华录》，这部剧的群演可以说相当敷衍，比如上了热搜榜的演技最差的群演，这位演员表情呆滞，面部僵硬，就连眼睛都是一动不动。即便如此，在《梦华录》中他还有2场戏呢，和上面这位面无表情的小哥相比，下面这位表情生动的大爷就显得有趣多了。当时赵盼儿的茶坊开业，他们3个人在外面招揽客人，这个时候一位大爷突然出现，在对3位美女一通夸赞之后，大爷遗憾地说道：英子师傅，你们干啥去了？听到大爷这么说，3娘很开心，连忙招呼大爷进里面喝茶。没想到大爷一边走一边回道：对不起，这么漂亮绝对是坑。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刘亦菲听到大爷说完这话的表情，她捂嘴笑的样子一点都不像是演出来的，更像是真的被大爷逗笑的一样。山河令的群演就完全的起反作用了，这个场景大家还有印象吧？完全就是群演翻车的名场面了。拍摄大场面群演戏份时，剧方直接用后期复制手法凑人数，外围的群演动作体态一模一样，仔细一看就能发觉画面出自后期高手的 copy， 人数不够暴露了剧组经费的捉襟见肘。可当群演穿着破洞的裤子出场后，网友们忍不住吐槽剧组到底是有多穷，硕大的破洞正对着镜头 C 位，难道是在考验我们的心理承受力吗？不光如此，在《山河令》拍摄热闹的街市画面时，道具组竟然给了群演一只塑料鸡，可以说剧方用实力演绎画饼充饥。费用不够也就算了，让群演们多用点心，总不耗费成本吧？可群演在开机镜头的角落里默默玩手机，闪亮的液晶屏几乎要晃瞎我们的眼睛了。从种种细节来看，《山河令》整部剧的制作水准都被粗制滥造的服装道具和不用心的群演生生拖垮了。要不是有出彩的故事线和主角撑着，这部剧的热度也没有这么高。经典老剧《甄嬛传》也差点被群演坑了。在眉庄的葬礼上，所有人都很伤心，女主角甄嬛更是哭得梨花带雨，整个人憔悴了不少。然而镜头转到屋外，有个宫女竟然在打哈欠，看她那神情，仿佛是在说赶紧哭，哭完去领盒饭了。老九门里，裘德考和陆长官准备去找八爷的算命摊子，正当2位演员你一言我一语的对着台词时，角落里2个奇怪的人突然抢镜，这是在接吻？光天化日，朗朗乾坤，2个男人在大街上卿卿我我，这是可以播的吗？西点鸳鸯女演员深情地说，我看见了你，就是看见了光。看样子是在对男演员表白，可谁能想到这么感人的场景背后的群演小姐姐却在疯狂偷笑。虽然这个小姐姐并没有闭月羞花之貌，但她笑得实在太欢了，甚至一度笑弯了腰，要用袖子捂嘴，观众想不注意到她都难啊。妖猫传里，李隆基带着10万余人出逃，大家伙都命悬一线，气氛相当紧张。然而人群中有个侍卫却仿佛想起了什么开心的事一样，狂笑不止。咱就是说，都到了逃命的时候还笑得出来，大哥你也真是心大啊。神仙姐姐刘亦菲也被群演抢过镜，看大哥这惊讶的小表情，怎么感觉你比灵儿还要萌萌哒呢？当古装剧中混入一些现代元素，那吸睛效果更是无敌了。在那年花开月正圆里，有一段男主闹事的戏，孙俪、陈晓和任东3位主演被群演们团团围住，场面相当壮观。也许是没想到自己可以离明星们这么近，群演中的一位小姐姐忍不住掏出手机给主角们拍了一张。好巧不巧，这一幕又被导演给拍下来，结果导演审片的时候也没有发现这个 bug， 但剧播出之后，观众是一眼就看出来了。毕竟清朝出现手机，
这事儿可太稀奇了。楚乔传明明是部古装剧，却出现了一个穿着短袖提着塑料袋的老奶奶。看奶奶那不知所措的样子，她不会穿越了吧？这戏里也有一幕非常搞笑，郭麒麟饰演的宁毅正在前面慷慨陈词，背后的伙计却掏出打火机点燃了鞭炮。咱就是说点个火而已，群演大哥你找根蜡烛不就行了吗？怎么连打火机都用上了？还好这部剧比较偏喜剧，大林子演的也还不错，网友们才没有太挑刺。陈情令里的这位官兵大哥也是没谁了，跑着跑着就露出了他时髦的牛仔裤，一下子把观众的目光都吸走了。比起群演演技拉垮，还有不少电视剧中惊现一个群演反复出现的画面，还是《梦华录》，有位大哥一个人饰演了很多个角色，几乎每集都会露个面。第一集中，他在钱塘通判杨致远的府上做家丁，到了第二集，他喜提2个镜头，一个是在坏人火烧杨府的时候，他蜷缩在一个角落里，另一个镜头则化身路人，围观了孙三娘和老公的抢孩大战。在第3集中，他又化身船夫，在顾千帆把孙三娘救上船的时候帮忙救人，下了船后又化身官兵，在追捕顾千帆的时候冲在最前面，没追上顾千帆，路人甲摇身一变，又成为徐老板的手下，跟着徐老板找到周舍要账。在第4集中，他贴上胡子，混在衙役群中，在抓捕顾千帆的过程中，他被迫蹲在地上，一脸呆萌。同样是在第4集中，这位大哥又换上了便装，成为一名真正的路人。在赵盼儿扇了周舍一巴掌后，他终于说出了一句台词，那就是看这打扮，刚从船上下来的吧。紧接着到了第7集，在东京，路人甲又成为池亚内身边的小弟，池亚内踢球，他在旁边鼓掌叫好。同时在这一集，路人甲还饰演了一个小商贩，他站在人群之中，眼看着孙三娘把杜长风扔进了水里，再后来他干脆混进了皇城寺，成了顾千帆的手下。之后的每集剧情中，这位大哥都会以不同的状态出现，真的是全剧组最忙的打工人了。亮剑剧组也有一位繁忙的小兵，他不仅为赵振伟当过侦察兵，报告起前方敌情头头是道，一扭脸他又换上了国军制服，成了李云龙死对头楚云飞的贴身卫兵。李云龙攻打敌军炮楼时，这个小兵再次变身，又成了独立团的战士。独立团受困，吕部首长焦急联络李团长时，百变小兵又戴上耳机，成了总部的通信员，给李云龙报过信，为楚云飞扛过枪，还是总部机关的机要士兵，百变形象让人眼花缭乱，真是难为了这个无名战士了。不知道剧组是真缺人还是真脸盲。话说回来，影视剧中的路人甲真的没看头，全部都是主角的陪衬，也不全是，星爷就是个例外。从他电影中走出的路人，很多都让人印象深刻。在《西游降魔》《美人鱼》这2部电影里，他将恶搞风玩到极致，连最不起眼的路人甲都成了电影里贡献笑料的主力，光芒四射。电影角色空虚公子身边的几个老婢女，就是星爷玩路人梗的经典之一。本来围绕在空虚公子周围的应该是4位妙龄婢女，即便是婢女的颜值不出挑，其年龄也必须是颜控的。但在周星驰恶搞风格之下，4位婢女成了年过半百的大妈，喜剧氛围拉满了。尤其是其中一位大妈点拨空虚公子，不是空虚，而是肾虚的神来之笔。你不是空虚，是肾虚，哈哈哈哈哈哈！外界戏谑地将这4位婢女称为4美，反讽意味浓郁，却达到了星爷恶搞的目的。而调侃空虚公子肾虚的大妈张美娥，更成了大众关注的焦点。星爷眼见着又一位路人疯魔，便继续将她拉到了美人鱼的路人团中。满脸皱纹、身材走形的大妈以泳装亮相，一行大妈下水去陪衬着林允的肤白貌美，反差感巨大。仅这一个画面就成了周氏喜剧的代表。沈腾也深知这种路人甲的精髓，才有了《夏洛特烦恼》中那位特会打岔的大爷吧。马冬什么？马冬梅。什么冬梅啊？马什么梅啊？
大家觉得影视剧中的路人甲重要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内容哦。